终极之战100万亿资本对抗，得人心者得天下。按照罗斯切尔德先生所言，房地产股只涨到13000点，轻轻松松。只不过我们并不能确定，到时候您是否真的会这样操作？您手里至少有10几万亿在里面套着，要是您趁我们大量买涨，平仓掉您手里的股指期货，我们可就成了你的接盘侠。第一，我的大部分资产都在法国房地产里，保房地产是我不得不做的事情。第二，我早就知道大家会有这样的顾忌，所以我已经想好了应对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们一起操盘，资金放在一个账户里，统一进行指挥，这样谁也不能耍小心思。这个办法好，资金集中统一管理，谁也别想扑出力只吃肉。而且所有资金集中指挥，效果绝对比分散行动好很多。既然大家都不反对，那么我们就商议一下，大家各自出多少资金。我们罗斯切尔德家族之前已经拿出了2万亿法国币，接下来我准备再投入双倍的资金，所以我们家族的总投资金额是6万亿法国币。所罗门一下拿出近50万亿大夏币，资金量之恐怖让人瞠目结舌。先生好气魄，这次3金一定会被咱打垮。只可惜我们凯撒家族并不是以财富见长，只能凑个2、3千亿法国币。不能筹到2000亿法国币，我们机械世家咬咬牙也能凑个2000亿法国币出来。主神拿出的资金没有超过3000亿的，其余的财阀就更拉胯了，只肯拿出几十亿、几百亿法国币。诸位投多投少无所谓，不过等灭了3金之后，瓜分新院系所有产业的时候，咱们可是按照出资比例来清算的。另外，大放水一旦开始，多余溢出的钱要往哪里收割由我说了算，到时候哪个国家哪个行业需要清算，各位掂量掂量吧。威胁，这是红果果的威胁啊！被基金会看中要做空抄底的财阀，没有一个好过的。刚才散漏了几笔资金，我们卡莎家族能筹集到的资金是3000亿法国币。我们夏尔财团在国内还有很多朋友，到时候我们筹集的资金应该能达到5000亿法国币。在所罗门的威胁下，大佬们纷纷加高注码，操盘资金最终达到了恐怖的100万亿大夏币。非常好，这样才像是一家人嘛。3金这次死定了，心愿资本要破产了，鸿蒙会也要灭亡哦。集结完国外的盟友后，3金匆忙回国。根据三爷的情报，这次不光是基金会，还有来自全世界各国最顶级的财团，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，那是能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撼的。如果我能有敌人等量的资金，接下来的股指大战我一定能赢。反之，资金量太少的话，鬼知道对方能把次贷危机拖到什么时候再爆。万一把我拖破产了再爆，那就完蛋了。3金感觉有一块巨石压得他透不过气来。老板，跟我去紫苑大厦。去那边干嘛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此刻紫苑大厦楼下聚集了足足7、8万名员工。他们来集团总部干嘛？难道咱们欠薪了？您放心，咱们新院系哪有敢欠薪的？上一个拖了半个月没发工资的老板已经被你开除，并全行业拉黑了。那他们是？金总您来了。张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金总，你还记得我？要不是您找我进了红星超市，我可能早饿死在大街上了。现在超市不光给我发工资，还给我上5险1金，还有员工宿舍给我住。我觉得您是天底下最好的老板了。那是您劳动应得的报酬，您还没说为什么来这？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金总，我们听说总公司遇到困难了，我们这些打工的多的钱没有，1、2万还是能拿出来的。金总，你这是要跟法国的大资本家干仗？我们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，每个人凑万8块还是没问题的。你收下我们的钱，替我们狠狠地教训那些法国佬。看着一张张朴素的面庞，3金眼圈红了。让我查到谁把消息泄露出去的，我肯定收拾他。我们这次一共来了12万员工，还有50多万来不了，但是托我们拿钱过来，每个人平均凑了1万多。我们也想为公司出一份力。张师傅，你们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你们的钱我不能要。老方，你让人给我通知各大子公司，如果有人借着我的名义骗钱，立刻报警抓人。是，老板。现在你总该可以说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了吧？等到了会议室你就知道了。走进会议室，3金发现新院资本所有 T2级以上的高层们竟然全员聚集。你们怎么都来了？集团发生什么棘手的事情了吗？公司一切运营正常，我们这次来全是个人意愿。什么意思啊？金总，你要跟法国和基金会斗，资金缺口一定很大。我们跟了您这么多年了，每次危难时刻全是您自己倾家荡产，我们一点参与感也没有。这一次你要跟对手拼命了，我们也不能落下。这次跟基金会斗，那是要载入史册的商战啊！什么也不说了，我们新训的高层们凑了1万亿出来给您，让您带我们飞。金总，没有你，阿里集团早就破产了。我和几个阿里的创始人都商量好了，套现部分股票，凑个1万亿给你。3金哥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和小鸡他们现在还在街上当混子呢。我们每2位马哥这么大的阵仗，也就能凑够5000亿出来。你只管拿去用，赢了咱跟着你沾光赚大钱，输了我们继续搞事业弥补损失就是了。接着，熊一飞等人陆续开口为3金提供资金，得人心者得天下，不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一行字。既然大家这么信任我，那我就不客气的拿着这些钱了。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不负所望。金总，你这样就太客气了。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考量，不是意气用事。是啊，如果能做空法国房地产，那回报率将比任何的创业项目都要高10倍、100倍，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
您要是输了，心愿资本肯定会被基金会收购，我们这些人手里那点股份也保不住。反正最后这一哆嗦了，那为啥不赌一把？我们心愿证券的兄弟们也想跟着玩一玩。Boss， 心愿系的中层们有意投资这次的盘口，我给他们设了一个限制，让他们必须留够后续的开支，余下的钱才可以投资。所有中层职工都投资了？是的，大家虽然本钱少，架不住人数多，加在一起也投了快1万亿了。没想到公司的这些中层居然能凑出1万亿来。信不辱命，全国的盟友我都联系过了，你来港城一趟。港城霍家别墅周围豪车与直升机频繁出入，特种战士们更是将这里保护得严严实实。可惜老霍不在了，不然他要是知道三金要跟霸国刚正面，那绝对得激动坏了。有生之年，真希望能看到祖国可以登顶世界啊！这次把我们叫过来，应该也是想问问我们是否要参与吧？我觉得这件事得慎重，对手是世界第1大国，外加世界第1大经济组织，还有全世界无数最顶级的财阀，权贵都在霸国房地产里有资产，整体体量超过100万亿。我不认为我们能撼动这如山岳一般的庞然大物。你以为如山岳一般的巨人，实际上已经烂到骨子里了，就像是已经腐烂的大坝，现在只需要外力轻轻戳一个洞，就能让其一溃千里。师傅，你来的刚好，老爷子们正在商量给你筹措资金的事呢。三弟还缺多少钱？大哥一定鼎力支持你。还有二哥，大言不惭，莫说你一个人，就是我们都加在一起，也绝无可能撼动霸国房产。你以为我要做空的只有霸国房地产吗？大错特错，房地产只是由头，我真正的目标是次贷危机之后那席卷整个霸国的金融危机，我要做空的是整个霸国。三弟，你要实现这个目标，得需要多少资金？初步预算应该需要50万亿资金才能有绝对把握。饶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众人，也不禁倒吸冷气。我说的是绝对取胜的把握。理论上讲，就算我什么都不做，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也会降临，只不过达不到能影响霸国国运的程度。现在我已经购买了10万亿的 CDS， 手里差不多还有10万亿的资金。我听说所罗门已经集合了全世界无数的财阀筹集资金，所以要有绝对把握打赢接下来这场大战，我需要最少50万亿资金。也就是说，你还缺少30万亿。是的。屋内瞬间陷入一片死寂。三弟，你先去院子里歇会，我们这些老家伙商量一下。没问题。三金一出门，屋内就传来一阵争吵。三金这次是不是玩得太大了？30万亿啊！我整个家族都卖了，也就能凑个1万亿出来。我们这些人全卖了，都凑不出1半的钱吧？这次估计会让你爸他们为难了。没什么为难的，回报率越高，风险越大，这些连投资小白都知道，他们这些老东西心里有底的。这次我自己都没有把握，其实他们要是不支持我，我反而轻松。这些人是大夏商界的根基所在，真要把他们全扯进来了，那就真的是跟霸国赌国运了。谁会让你赢的？你输不了。别墅内气氛十分压抑。这件事我愿意支持三金，我出8000亿。